猪这孩子真的太活泼了，他精力旺盛的程度，就像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，疯起来好像不知疲倦。因为他出外场时，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，探索着这个对他来说充满新鲜的世界。但这可把直播追着他跑的大梁外公累坏了，气喘吁吁的想提前下播。哎呀，要下播的节奏了，我已经带不动他了。冇走啦，冇走啦，皇帝！果然带调皮的熊孩子是一件很耗费体力的事儿。但后来才知道，媚珠小年纪就会见人下菜碟了。青姐带她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温顺乖巧，一点都不像大家印象中淘气的假小子，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。好，媚珠好乖哦，今天是一个乖小孩。乖不乖取决于谁带的，乖取决于谁带。媚珠仪老师，谁会想到5个多月的媚珠就能把双标这个词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？媚珠之所以会如此区别对待大梁，跟大梁的带娃方式也有很大关系。一方面是他真的很宠媚珠，另一方面是他会和媚珠一起疯。媚珠跑着追他，他就把毛巾盖到媚珠的头上，媚珠两眼一抹黑，气得他直接摔倒在地。这下媚珠就更生气了，于是扑腾着又摔了一下更重的。看得出此时的媚珠是想手锤大梁外公的。媚珠喜欢抱着小树苗玩，大梁就说媚珠是鲁智深。熊猫界的卢志生马上就要出现了。媚珠喜欢翻窗口越狱，大梁也经常会引诱媚珠从小窗口翻出来。妹珠过来，带你出街玩，带你出街好唔好啊？快啲过来。久而久之，一人一熊之间也有了默契，只要大梁拍拍小窗口，媚珠就秒懂。现在媚珠翻窗的动作也十分娴熟，3、2下就能成功了。但是看媚珠现在的体型，感觉这个密室逃脱现实体验卡也快到期了。现在全网都在期待媚珠卡在小窗口下不来的那天，估计那时的媚珠小小的脑袋里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过不去了。媚珠也喜欢和大梁外公玩，但小朋友难免会不知轻重，也曾把大梁外公的手咬破，但这都不影响他们在彼此心中那无法替代的位置。宽坐在小木床上惆怅啊，因为瑞宝辉宝今天又欺负老人了，一个不想出门，一个不想回家，永宽都快被整成人格分裂了。早上辉宝和爱宝一早就去室外了，而瑞宝这里可是又不想去，这已经连续2天了。卑微的永宽拿着胡萝卜蹲在瑞宝的面前，求着瑞宝去室外。瑞宝非但不去，甚至开始原地刨树，这是打算硬抢永宽手里的胡萝卜呀。永宽眼看瑞宝铁了心，不想去室外，也不再勉强。同时，永宽其实也习惯了瑞宝不想去室外。永宽远远地走去一旁，还在尝试用胡萝卜换瑞宝下来。这份拉扯也只能在保家上演了。保家成员和饲养员都彼此有着用不完的心眼子，谁也不会轻易被拿捏。眼看瑞宝还不下来，永宽开始第3次尝试，把胡萝卜插在竹子上，继续诱惑瑞宝。瑞宝想伸手去抓，但根本抓不住胡萝卜。这时瑞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，开始尝试往下爬，但还没下到一半，瑞宝就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，重新又爬回了树上。现在已经分不清是永宽在跟瑞宝拉扯，还是瑞宝在跟永宽拉扯了。之前永宽常用的欲擒故纵，现在反被瑞宝玩得死死的。瑞宝只要不下去，永宽就会不断给自己投喂小零食。如果自己下去，这块大胡萝卜也一定会是自己的。如果自己记不下去，还能吃到大胡萝卜，这才是2全其美的事情。一会儿，永宽将胡萝卜插在了小亭子上，假装离开，偷偷观察瑞宝的情况。但永宽殊不知，令自己更头疼的还在后面。而此时的室外园区，辉宝正在小树上睡觉，爱宝正在树下吃竹子。爱宝吃完竹子，依旧和往常一样，不管辉宝直接回家。爱宝回去后，永宽的问题就来了，辉宝不想下来了。这跟瑞宝在室内相比更麻烦。因为瑞宝室内温度始终都是一样的，而室外的天气是随时在变的，永宽可不放心。于是永宽开始疯狂投喂辉宝，让辉宝吃了小零食后救下来。但姐妹俩今天是一个性子，只吃白食不配合。老宋头都大了，又走去一旁拿来竹子，插在上面胡萝卜，然后继续诱惑辉宝。这个场景多少和刚才有点相似了。辉宝的表现也和瑞宝一样，根本不受其诱惑。永宽坐在小木床上望着辉宝，那叫一个惆怅。这坐在小亭子上的样子，令姨姨们感觉到了永宽的可怜又无助。蒙警官芒小五今天上任了，而且他还是有警号的正经编制，现场牌面给的也很足。金主爸爸也专门搞一辆车来帮小吴警官宣传。不得不说，小五这孩子是真争气。芒女士今天又能跟着儿子吃大餐了。然而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当时小五抓周选的就是编织龙，岂不正是编制的意思？外公把小五抱到了抓周现场，直接就放到了金饭碗边。但小五闻了闻，好像并不感兴趣。他又闻了闻编织龙以及旁边的红苹果，
紧接着又闻了闻三馆长的官帽，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织龙。看来我们的小吴警官刚满1岁时就已经有了如此清晰的职业规划。有网友还调侃说，小吴很适合做交警，毕竟他眼神劈叉，可以同时盯到2个路口。也有网友说，今天小吴警官上任这么大的日子，怎么没有把小五的黑屁股洗一洗？据说外公一大早还真给他洗了。有游客都听到小五在内卷的叫声了，此处已经可以脑补出小五被搓澡搓到哇哇叫的场面了。估计这个青苔染的黑屁屁真的是洗不掉。小五警官今天上任后，可以先查一查芒女士，毕竟前一天这娘俩在自家大院飙车的时候，芒女士竟然作弊超了近道。她突然冒出来的那一刻，都把我们的小五警官吓坏了。果然我们小五警官还是输在了年龄小，心也没有妈妈多，而且芒女士还经常不服从管理，冲撞小五警官。但是小五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警告一下芒女士，毕竟我们小五警官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奶娃娃，把芒女士逮进去了，她饭都没得吃了。朕来袭不慌不忙，机智救下弟弟妹妹。喜淘淘的雄生经历到底能有多传奇？2008年5月12日，四川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卧龙基地的工作人员也乱作一团，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纷纷冲回圈舍解救被困的熊猫。就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，喜淘淘带领一众弟弟妹妹第一时间冲出坍塌的围墙，来到了野外紧急避险。更厉害的是，等他意识到危险解除后，他又带着弟弟妹妹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基地。无法想象当时准备再次上山搜救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内心能有多激动。也没人知道，在当时家园被毁、环境改变的情况下，喜淘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异于常雄的特质。喜淘淘是喜妹和玲玲的儿子，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，就是大美熊思佳。淘淘从小就非常的活泼，是他们那一届的小霸王，经常带着妹妹一起欺负别的小熊。有记者过来采访，他也丝毫不怯声。刚才这个小家伙，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最调皮的。刚才吃完了东西去抢别人饭的，还有刚才去这个欺负小朋友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你啦。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小霸王特质，让他具有了超凡的领导能力，小伙伴们也都信服他，才能有他后来带着弟弟妹妹到野外紧急避险的传奇经历。因为喜淘淘比较淘气又爱玩，他还曾把刘娟奶妈扔进了水里。是一个冬天，很冷，我也是穿的那个连体服给他们扫他们的就是吃剩下的竹子，然后他就从后边直接把我给背起来了，然后一下把我给扔在那个水池里边。我当时又想笑又想哭啊！我说因为太冷了嘛，我不知道该干嘛。然后他还不顾你冷不冷，因为他不冷嘛，然后自己就跳下水来和你玩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我当时就觉得有没有搞错？喜淘淘现在生活在内蒙，成了会策马奔腾的草原王子。即便现在淘淘已经18岁了，他还一如既往的活泼，3两下就能爬上几米高的弹床，下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丝滑，稳稳地落在了弹床内。喜淘淘也是拆家小能手，饲养员怕他热，还专门给他定制了太阳伞，但一会儿的功夫，喜师傅就把他拆得稀巴烂。喜淘淘的隔壁住的是美心，下雪天两小只还会隔着围栏打雪仗。看喜淘淘拿着雪撒美心的样子，是不是人里人气的？真不愧是3分钟就能让男人怒砸3000万的熊猫，这整活的业务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。这天，灵岩把小粉桶推到木架边，准备踩着粉桶爬上木架，结果脚底一滑，灵岩直接掉进了桶里。这会儿他的小肚腩起到关键作用了，正好卡在了屁股的位置。此时已经失去平衡的灵岩也顺势倒在了地上。灵岩本来想来一个鲤鱼打挺甩掉粉桶，结果自己的小肚腩卡得太紧，愣是没甩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灵岩这是在 cos 美熊鱼。后来灵岩自己也觉得很尴尬，于是故意的打个哈欠做掩饰，然后顺势一脚踢飞了粉桶，整套动作干净又利落。然而这也不是胖岩第一次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了。这天他本来正坐在绿色陀螺上宠粉，有些害羞的灵岩想后仰一下凹一个更帅的造型，结果却把自己摔了个倒栽葱。当时的灵岩为了掩饰尴尬，就故意耍帅的把一条腿搭在了陀螺上，摆了一个自认为很酷的 ending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灵岩多少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。小时候的灵岩因为嘴筒子有点长，抽条漆也比较瘦，被大家笑称是车座子，还说当年栾洞的馆长去中心挑选熊猫时，是因为天黑看不清，才骑着个车座子就回来了。灵岩得知后也很生气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吃成圆脸熊。于是灵岩很不挑食，每天吃完自己那份竹笋，还会吃掉麦剩下的笋屁屁，主打一个勤俭持家。有时候胖岩怕大家笑话他，就用大绿碗盖着脑袋吃。只是网友这评论确实有些扎心了。于是在灵岩的不懈努力下，他终于从一个瘦瘦的车座子吃成了一个胖胖的车座子。
但车座子也有车座子的优势。灵岩不仅可以一口塞下整个的苹果，他的打包能力也很强。即便现在灵岩已经成为了鸾洞的台柱子，他也一样的爱节约粮食，同样会主动承担麦剩下的笋屁屁。果然，每一个迪拜式吃笋的熊猫背后，都有一个不挑食的兄弟替他兜底。